紅糖搭配花椒，沒想到作用居然這麼厲害。老祖宗留下來的土方法，解決了很多人的大煩惱，既省錢又實用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間。可惜好多人並不知道，那麼趕緊跟着來看一看。大家好，這裡是鵬鵬美食坊。花椒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香料，同時它也兼具一定的药用價值，因為花椒中含有挥發油、生物碱、酰胺、多酚類以及黄酮類等等，而挥發油就是花椒香味和麻味的主要來源，因此花椒深受很多人的喜歡，尤其是在我們四川，炒菜、吃火鍋、燉肉都少不了它。然而你或許並不知道，其實花椒除了用作調味品之外，在咱們日常生活中還有其他的作用哦。當然用之前我們先把花椒洗一洗。洗花椒就非常的簡单了，只需要加入凉水，然後用你发财的手把花椒在水中這樣淘洗，洗去表面的灰塵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平時你在使用花椒的時候有沒有清洗過呢？如果沒有，那麼以後使用的時候一定要洗一洗。洗好之後把花椒撈出備用。接下來再準備一塊生薑。生薑它同樣是我們不可或缺的一種調味品，也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。因為生薑中含有豐富的成分，比如說薑辣素、薑黃素以及薑烯酚等多種物質組成。當然這裡也不需要太多，準備一小塊即可。然後加水開始清洗生薑。洗生薑的時候，建議用一個刷子來刷，尤其是這種牙刷是非常好的，因為它刷毛比較柔軟，不會破壞掉生薑的表皮，還可以把這些縫隙中的泥土給刷出來。有的朋友就會問了，為什麼咱們不直接把生薑皮給去掉了？其實不必，因為生薑皮當中也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，因此我們只需把表面給它洗乾淨即可。把上面的泥土刷掉以後，我們還需要在上面倒上一點點食鹽，用食鹽來搓洗生薑表面，因為食鹽它不僅僅摩擦顆粒感強，而且還具有一定的殺毒消菌作用。用這個方法就可以把我們生薑搓洗得乾乾淨淨。可以看見我們洗過之後水到底有多髒。搓洗好以後，我們再用水冲一冲，冲去表面的食鹽以及搓洗出來的污垢等等，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塊非常乾淨的生薑。生薑洗乾淨以後，我們開始切生薑，這裡不需要太多，我們切3到5片左右的生薑就可以了。因為生薑如果过于太多，那麼它的口感就會偏辣。因為生薑它口感是辛辣味，所以只需要3到5片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後備用。然後把洗乾淨的花椒倒入鍋中，生薑片也放入鍋中，然後再找出一塊紅糖。喜歡甜的朋友可以準備2塊，根據個人口味而定哦。最後往鍋中加水，水大約在400到5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。當然這裡建議使用純淨水或者山泉水哦，不建議使用自來水，那樣會大大的影響口感。然後將蓋子蓋上，先用大火把鍋裡面煮開。鍋中煮開以後，我們再給它轉小火，用小火給它煮10分鐘左右的時間，讓所有食材當中的成分徹底釋放出來。煮好之後關火，
開鍋。別說，聞起來還挺香的。我們可以看看，經過熬煮，所有食材當中的成分已經煮至水中，現在我們的水已經變成了深黃色，已經達到了咱們想象中的效果。最後我們只需要將煮好的水給它盛出，在碗上面放一個漏勺，然後把生薑、花椒給它過濾出來。因為無論是生薑或者花椒當中的成分已經被煮至水中，因此沒有任何食用價值了，所以盡量給它過濾出來。最後給它放置不燙，我們就可以喝了。家人們，視頻都已經看到這裡了，制作視頻不容易，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或者對你有幫助的話，那麼就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一個讚吧，你的每一個點讚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，謝謝。煮好之後，我們來試一試口感。別說，還不錯。這樣煮過之後，花椒粒兒的麻味已經不那麼濃了，只是微麻。甜甜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甜一点好喝，那麼可以在熬煮過程中多放一些紅糖。当然了，朋友们，你们不要小看這一碗紅糖花椒生薑水，這可是老祖宗們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堅持喝你會有驚喜哦，特別適合現在秋冬季節，天氣涼了一定要多喝。你知道它有什麼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。怎麼樣，家人們，沒有想到吧？原來紅糖和花椒這兩種毫無相關的食材，居然可以這樣搭配在一起。你試過這種做法嗎？如果沒有，那麼趕緊這樣搭配起來試一試吧。這樣不僅口感好，而且作用也相當不錯。因為這可是老祖宗們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。看完之後，你也趕緊把這個方法分享給身邊的親人朋友們吧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，拜拜。